调整完整体的节奏后，就可以来细化我们主物体的动画。我们再打开参考看一下，播放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其实里面的这些零件动画也是非常简单，就是用一个缩放、位移、旋转去做它的一个消失和出现。像马桶盖呢，我就加多了一个 Pose Morph 去调整它的形状，让它切换的时候形状更加贴近我们的座椅。那我们回到 C4D， 先来制作一下马桶零件的动画。我们找到水箱，可以把水盖也拖进来，直接 K 水箱的这个层级，给它的缩放 K 上动画。像 Y 轴不需要动画，跳起来，然后给个0 0，Z 轴给个0，拖动一下关键帧。现在太慢了是吧？我们调整一下关键帧间隔。好，可以再调整一下曲线，那速度呢稍微再快一点，往前拖，跳起来的时候就缩放消失掉。再播放看一眼，好，这样差不多。接着再给它添加一个旋转，打上关键帧，旋转大概半圈吧，到0。同样的，让它的速率集中在中间，把两边手柄往中间拉。好，感觉差不多。接着再来做这个底座，我们底座需要去移动一下它的轴心，把它移动到前面一些，然后再往上移动，基本上是位于马桶盖的下方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底座它是沿着中心去缩放的。那我们一样的来 K 一下缩放动画，给个0 移动一下关键帧，调整曲线，拉一下手柄往中间拉，看一下速度会不会太快。好，感觉差不多，然后可以给它的 Y 轴也稍微有一丢丢的缩放，给个0.5左右吧。给让 Y 轴缩放呢稍微延后一些。那我们再来调整这个纸巾吧，选择到纸巾，给它添加一个弹起来，往上弹，高了，我们先往前拖回来，复制第一个关键帧，让它往下掉落，然后调整一下曲线，两边的关键帧，手柄往回拖，然后中间的往两边拉，让它的缓入缓出更加的猛一些。播放看一下，好，现在看着很奇怪是吧？我们拖动一下关键帧的位置，让它匹配回我们弹跳的动画。再播放看一下效果。跳的太高了，都看不见这纸巾了，可以稍微低一丢丢。好，这样差不多感觉。接着呢，就可以给它一个缩放啦，它掉下来的时候就消失掉，个000，打上关键帧，
好，现在太早了，消失了是吧？我们把关键帧呢往后拖，它掉下来的时候才消失掉。我们调整一下它的曲线吧，让它的曲线呢呈现一个缓入的状态，就是先慢后快。接着还可以给纸巾 K 一个旋转，看一下是 K 哪个轴。好，是 K P 轴，我们给 P 轴打上关键帧，让它旋转180度左右，拖过来，播放看一下效果。我们做动画时候啊，就要不停的去播放，看一下效果。感觉这个纸巾呢，可以稍微早一点掉下来。感觉纸巾掉落的位置啊，可以再多一点。我们直接按住这个关键帧往下拉，感觉太猛了。那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关键帧间隔，让它缩放关键帧呢稍微的多一些。好，整体往前移动。好，我感觉这样差不多，然后可以来 K 我们的马桶盖。马桶盖呢，我们需要将它的轴心放到中间来，把轴心拖到中间，我们呢切到顶视图看一下，看是不是放到中心啊？因为等一下需要去做一个它旋转的动作，如果是放到底部这里呢，就会穿模了。它旋转的时候可以看到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轴心，撤回一下。先来 K 位置的动画吧，同样的给它一个弹跳，不用太高，然后复制第一个关键帧，先看一下效果，可以让它的缓入缓出更加的猛一些。一样的操作啊，两边手柄往回拉，中间的手柄呢往两边拖，再播放看一下，接着再给一个旋转，好，是它的 P 轴，个360度，让它旋转一圈。同样的，我希望它一开始呢旋转的角度就比较多的，所以我在中间按住 Ctrl 添加一个关键帧，把它向上拉，再调整一下曲线。那手柄呢往回拖，让曲线看起来尽量的比较平滑。现在感觉太猛了，需要把它关键帧间隔拉开一丢丢。位置关键帧的曲线啊也调整一下，让它更快的弹起来。旋转的关键帧位置稍微延后一些，不然看着有点穿模啊。播放看一下，它提前跳了。我们跟回总控的这个动画。那因为我们马桶的层级啊，已经 K 了一个关闭显示的关键帧，所以啊，我们可以给马桶盖给它强制显示一下，按住 Auto， 直接点成绿色的，它就能强制显示了。可以看到它在后面呢就不会消失掉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去对一下它掉落的位置，让它位置啊更加去贴近我们的座椅，往下移一点，然后可以往后移一丢丢。那我们需要给
这一轴啊，也打一个关键帧，它稍微往后移，放到座椅的位置。那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曲线，让它是一个缓入的状态，就是先慢后快。接着呢，就需要将马桶盖打开。我们给马桶盖上去 K 一个旋转的动画，变成座椅的样子。看一下，大概98度差不多。那我们让它打开时间提前一些，让它边弹起来的时候呢，同时就逐渐打开。好，接着我们还需要去给马桶盖添加一个 Pose Morph， 按住 Shift 加 C， 搜索一下 POSE Pose Morph 就会体现出来了。勾上点，然后调整一下它的大小。那我们切换到点模式下，将它的缩放稍微拉一下，变得厚一些。接着呢，我们切换到笔刷模式，直接去刷一下它点的位置，让它更加的贴合一下我们的靠背。切换一个摄像机，切换到以对象模式，这样更方便我去观看，不然老是飞来飞去啊，这镜头。捏的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不用说是完全贴着一模一样的嘛。同样的，我们给另外一个马桶盖也添加一个 Pose Morph， 然后勾选上点，接着一样的操作，拉厚一些，再拉宽一些，再长一些，往前移动几帧，把这个洞给封上。环形选择到这一圈点，往里面缩，这样洞就封上了。接着往上拉，让它这表面看起来是平的。好，再切换到笔刷工具，稍微捏一下它的形状。可以再厚一丢丢，往下拖一些。好，感觉这样差不多。我们切换到 Animate 动画模式，然后给它打一个关键帧，先是0，接着快到结束的时候变成100。来看一下效果。好，我们把它的强制显示给关掉。我们再播放看效果。现在感觉整体太快了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来调整一下它的速度。我们可以让它掉落的时候呢，速度再慢一些。前面弹跳的时间呢，也再给多2帧，看一下效果。好，现在感觉旋转的速度好像太快了。我们旋转关键帧，再往前拖，把马桶动画呢再往后拖1帧，看一下效果。还是感觉旋转速度太快了，
我们来到曲线面板调节一下，那旋转的角度啊，可能不要这么多。我们再看一下参考的感觉，好像在空中会稍微的缓慢的一个旋转，还是感觉关键帧间隔的不够远，再拖出来。应该是这个马桶的旋转太快了，我们单独的调整马桶的旋转吧。可以将马桶的中间这个关键闸再往前拖2帧，看看感觉。好，我们拖动看一下它切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，这直接就切过来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参考，下面座椅的位置呢会更加的接近一些。那我们现在是直接跳过来是吧？那我们待会呢就给这个座椅啊也去 K 一个位置的动画，让它衔接上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马桶的场景啊就细化完成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再来做我们的椅子。椅子啊，我们再打开参考来看一眼。像绿色这几个部件啊，我就偷了一下懒，直接用效果器去做它的出现动画。那我们可以先来把这些零件先做一下，像这个扶手啊，还有这个支撑腿，把这些简单的先做了嘛。非常简单啊，直接去给一个关键帧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，像我们的把手啊，都是用的一个扫描去做的嘛，之前，所以啊，直接去 K 它的出现就可以了。先是0，然后到100，拖一下关键帧间隔，让它再开一些，然后看一下速率。应该是一个非常快的缓出曲线，把它往回拖，后面这个关键帧的手柄把它往前拉，这样就有个先快后慢的速度。我们把手的关键帧往前拖一些，让它在椅子出现的时候啊，它就出现。接着还可以呢，给它一丢丢的旋转。同样的，我们需要把这个轴线移动一下，放到大概这个把手中心的位置。再来 K 一下旋转，看 K 哪个轴，不要 K 错了。K 我们的 P 轴，让它先是一个20度的感觉。一样的，把它的曲线是一个缓出的状态，先快后慢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关键帧的间隔，现在感觉有点太慢了，它的旋转速度。接着呢，其实可以给它一点点的回弹，增加我们的细节。我们按住 Ctrl 复制这个关键帧过来，切换到曲线模式下，非常简单啊。我们把它往下拖一丢丢，它数值不就变化了吗？这里的曲线可能不要太猛，让它缓和一些。调整一下关键帧间隔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接着我想来做这个脚吧，脚也是非常的简单啊，扫描 K 它的出现，
打上关键帧，先是0，后到100，在100的时候呢，我们轮子再出现，把这个零件放进来，直接 K 它的一个缩放000，看一下效果，可以让它曲线速率集中一下在中间，然后调整一下关键帧间隔，让它更早的出现，方便我们轮子更早的出现，才好落地嘛，是吧？我们先这样子。那像这几个刚刚参考我们绿色的零件啊，这一个最粗的呢，等一下来做一个衔接，我们先不要管它。这个支撑4、支撑3、支撑2，还有支撑1，给它统一打一个组，看一下，支撑4没有放进来，修改一下命名，改为支撑。我们就可以用 MoGraph 里面的一个简易效果器去做它的出现动画，这样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去手 K 啦。将它的模式啊切换成模型模式，接着将缩放勾上，后给一个-1，可以看到现在模型就没有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再用域来控制它的出现，来一个线性域，旋转一下位置，后把调整一下长度，我们移动看一下效果。现在拖动线性域呢，就可以看它出现了，这算是一个偷懒的小办法吧。我们直接 K 它的位置 ，Y 轴，掉落的时候就往上走，后看一下效果，让它的关键帧的间隔再拉开一些。那可以看到绿色这几个物体啊，它还会有一个回弹的效果。那我们也不用手 K， 直接添加一个效果器就可以了。我们同样的来到 MoGraph 里面添加一个 Delay 延迟效果器，将它放进来，然后模式呢切换到模型模式，我们把旋转给取消掉，播放看一下效果。我们的模式啊，忘记切换成弹簧了，Spade 弹簧。再播放看一下效果，现在就有这个效果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可以再给多一丢丢，给到60吧。再看一下，这样差不多。然后记得我们Delay效果器不要放在 Play 简易效果器上面了，不然的话就会不起作用。可以播放看看，那个效果就没有了，是吧？这里是因为一个优先级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记得 Delay 效果器要放在 Play 的下面。那现在物体的出现我们都做的差不多了，还有一个大柱子，来先做一下它的出现。我们先给高度和半径给上关键帧，好，往后拖，让它稍微变大一丢丢，大概6左右吧。接着呢，它这里的扫描也给一个动画，给到0。播放看一下，我们可以让这个大柱子呢，让它强制显示，方便我们去做前面的衔接。
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前面看到这个大柱子出现了。把关键帧往前拖，让这个大柱子去包裹我们厕所的底座，让它提前一些出现。看来它的高度可以再高一些，我们直接来到曲线面板，去往上拖，接着把后面关键帧往前拖，让它提前的扫描出来。可以再 K 一个旋转，旋转 K 上关键帧，看一下旋转哪个轴，是 H 轴。有个负180度吧。播放看一下效果。现在要衔接上去了是吧？就像这个大柱子呢，去包着这个底座，接着就来 K 这个座椅啊，它的一个位置。我们来到椅子的这个层级，一样的给它强制显示一下，不然我们前面对照不到位置。它的 XYZ 位置 K 上关键帧，稍微的来匹配一下前面马桶盖的位置。来旋转要给一个关键帧，P 轴也打上关键帧，拖到后面，往上移动一下位置，旋转，尽量去匹配一下前面物体的位置，掉下来。我们再移动一下关键帧，播放看一下效果。我们把它的强制显示关掉。好，可以看到，那现在呢，就很完美的去接上它的位置了。你看，前一帧在这里，后面一帧，它沿着它的下落轨迹去接上去了。那我们的曲线也需要适应的调整一下，让它是一个缓入的状态，就是先慢后快。因为我们掉下来的速度啊，也是先慢后快的嘛，所以就匹配合我们总控动画的速率，可以再提前一丢丢。播放看一下效果，感觉这样差不多了。然后现在看起来啊，这椅子的脚还有这几个小零件出现的有一点迟了，所以我们找到它的关键帧，把它往前拖一些。轮子呢也提前出现，还有我们的这几个小零件，看一下在哪里，找到支撑，让这个线性域呢也提早向上。播放看一下效果，感觉这样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一组场景呢就切换完成了。那我们做完之后呢，再打开参考视频，看一下怎么变成沙发的。可以看到，其实也是座椅呢，它去做一个 pose morph 姿态变形，让它形状呢去靠近我们的沙发，然后做一个切换。其他物体啊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去做一个消失就可以了。办公椅的把手啊，这里就稍微的变粗一些，就是 K 了它扫描里面的圆环嘛。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操作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到 C4D， 直接来制作一下吧。我们找到脚，然后给它的柱子呢，给 Start Grow 开始生长，去 K 一个动画，让它消失掉，变成100就消失掉了。调整一下关键帧。
播放看一下，还有我们的轮子，直接复制过来，然后把关键帧反过来，那它就是消失了嘛。看到它现在消失太早了，我们还是撤回一下。好，感觉这样差不多。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基本上每调一个零件，我们就需要去播放看一下效果。还有我们这几个柱子，这里应该直接给它拉回来，就是消失了。我们先把这个 Delay 延迟效果器给关掉，不然我们拖动的时候呢，看不到它的效果。好，我们直接给它 Y 轴打上关键帧，让它往下落，这样就消失掉了嘛。还有中间这根大柱子，同样的，我们怎么给它消失呢？怎么样都可以是吧？我们其实可以来到它生长这个位置，就给它的 Form 给一个关键帧，让它消失掉。我们看一下效果。我们稍微拖动一下，可以让这个角呢，它稍微的迟一点点消失。让这些柱子消失完之后，再到我们角消失，然后再到轮子，这样比较合理是吧？我们往轮子的关键帧也往后拖，好，感觉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做这个把手，让它变得更肥，给它圆形的半径，太大了，我们给个3左右，差不多。可能还需要去 K 一下它的位置，我们先不管，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它需要拉到多宽。先这样子，我们再给椅子添加一个 Pose Morph， 做 Shift 加 C。好，这里因为我刚刚已经打了，直接就有了。勾上点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然后到沙发这里，我们强制显示一下椅子的图层，更方便我们去对照。切换到点模式，选点，然后拉宽一些。拉长，可能需要单独的调整一下靠背。环形选择这一圈吧，那 UF 填充，直接把它拖出来，然后缩放调整，看一下够不够厚。好，感觉差不多。接着呢，就是用我们的笔刷工具啦，去把它稍微压回来一丢丢。好，外面拖，尽量的去接近我们沙发的形状哦。左边这个角呢，也可以让它稍微出来一些。我们可以让底部也变得更宽。感觉这样差不多。然后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下把手的位置，看一下 K 哪个图层。我们 K 这个空对象，给它一个位移，移动看一下是哪个轴。我
们给 X 轴打上关键帧，拖出来，这样就像一个简陋版的沙发。好，那我们再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对了，我们的 Pose Mode 还没有 K 上动画，切换到 Animate 动画模式，然后打上关键帧，先是0，后到100，应该在切换的时候再变成100。把椅子的关键帧框选后，往后面拖1帧，把它的强制显示关掉，再播放看看。我们拖动时间轴看一下，像底部的位置还不够厚，那我们再回到编辑模式下去调整它底部的点，切换到面模式吧。UF 填充，再往下拉，旋转看一下有没有这么厚，好，可以再厚一些，这样差不多。我们切回动画模式，再播放看一下效果。然后其实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参考椅子在旋转之前呢，还会有一个往上的准备动作。那我们这里再给它的缩放添加一个准备动作，让我们的总控，我们把之前添加这个拉伸呢，再往前移动，让它更早的去拉伸，然后再往下挤压。那速度可以再快一些，调整一下曲线，把右边手柄往右边拉一些，让它速度更加集中。我们看它应该是在背面去做一个切换的，我们可以再来调整一下总控的关键帧位置，往后拖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还是有点奇怪，撤回，应该提早一些往下压，把这个关键帧往前拖，感觉可以再猛一丢丢。这个准备动作再往上拉伸一些，再往中间挤压。然后它的 Pose Move 呢，我们可以再往后拉1帧。那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椅子的关键帧，我们宽选到椅子后面这些关键帧，往后再拖一下。那我们办公椅场景细化好之后，继续来细化一下沙发的零件。我们打开参考看看，基本上每个物体也是用一个缩放和位移来出现的。然后像这两个抱枕呢，我给它添加了一个狗颤动变形器，这样就会有一点软软的感觉。那我们回到 C4D， 找到抱枕，给它 Y 轴 K 一个关键帧，往上移动。这里可以看到它这个轴向是依照它物体的轴向，我们可以把它切换成世界坐标，这样去移动就会更加的方便。那么把这两个关键帧调换一下位置，因为它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嘛。接着再添加一个回弹，往上拉一点点，打上关键帧，再把刚刚落地的关键帧
按住 Ctrl 复制过来。好，调整一下关键帧间隔。现在回弹太软了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去调整一下曲线。基本上掉落的曲线都差不多啊，就是回弹这一下呢，把它手柄往两边拖，然后接触地面这一下，手柄往回拉，还有这一个手柄也往外拉。再来看一下效果，感觉有一点慢了。我们回弹最后一个关键帧，再往前拖一帧，这样差不多。接着呢，还有一个旋转，我们来看一下参考，大概旋转了半圈吧。不过在它旋转同时呢，其实会有一点向上的感觉，然后再往下掉。所以我们来到位置的关键帧这里，按住 Ctrl 添加多一个关键帧，把它往上移动一丢丢，不需要太多。然后平滑一下曲线，将它的小手柄也往两边拖。这个有点超出去了，我们往回拉，看一下效果。现在看不太出来啊，我们把旋转也加上，给它 P 轴打上0吧，看一下会不会太多，太少了，感觉转一圈。可以旋转的角度再多一些，负77现在是，然后来到它曲线面板，给它一个缓出，就是先快后慢。我播放看一下。现在看着还是有点奇怪啊，那我们把缩放也加上，先是0。我们来到位置的关键帧啊，给它上再拖一丢丢，然后调整一下这个位置，给它一个缓出，就是让它很快的往上走。好，旋转的位置呢，我们也给它多一些，太多了。我们试一下旋转的曲线改为一个缓入缓出，还是不太对。我们再拉回来，调整一下旋转的关键帧位置，让它时间更多一些。我们把缩放的曲线也调整成一个缓出，就是先快后慢，后拖动一下位置，然后全选它，把它匹配回我们总控的动画，让它往上跳的时候，这个抱枕就出现。太早掉落了，所以我们让往上跳的关键帧再多一点时间。继续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这里还有一个抱枕，我看能不能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，按住 Ctrl 复制一份，然后移动一下它的位置。移动过来，像这些 K 的动画的关键帧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动它，需要去调整一下它的 P 轴。那我们先把这个没有动画的给删掉，稍微移动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又少 K 了一个动画。
接着还有这个 switch 呢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在空中出现。那我们给它 Y 轴 K 上关键帧，把这个关键帧往后拖，接着把 switch 往上拉，再 K 一个关键帧，然后老套路啦，就是给一个回弹咯，复制一个关键帧，再复制一个，接着把中间这个在曲线面板上把它往上拖，两边的手柄收回去，中间的手柄往两边拉，这个手柄也往中间靠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再给一个缩放，这都是老套路了，你做好一个基本上都差不多。然后缩放给它一个缓出，就是很快的出现，可以再给一丢丢的旋转，然后负90度，关键帧移动一下，感觉旋转的角度可以再多一些，到140左右，感觉还是不够明显。可以给它一个缓出，让它一出现的时候呢，就是旋转的很快，还是不够，感觉它可以旋转一圈。太多了好像，那我们就再拖回来，给到300左右，就感觉差不多。再把switch的关键帧全部宽选，往前拖动，更早一些出现。沙发往上跳的时候，switch呢就随着出现。感觉可以错开一下，让它落地的时候 switch 才出现，这样也比较有趣。看一下坐垫是怎么出来的，先是一个90度，然后直接打下来。我们来制作一下，同样的给它一个差不多负80度，下来的时候，然后变回0。同样的老套路啦，复制一个，再复制一个，把中间这个往上拖一些，往下拖，两边的关键帧手柄往里拉，然后中间这个往两边拖，这个呢，第一个关键帧也往外拖，这样一个回弹的效果就做好了。可能不能回弹太多，回弹太多呢就穿模了。这样差不多，我们可以让它提早一些。接着还差一个缩放，我们给一个缩放的动画000，接着给一个缓出，就是先快后慢，可以让坐垫呢再提早一些出现，让它一转往上跳的时候，这沙发坐垫就可以出现了。可以调整一下关键帧的间隔，再拉开一点，让它时间更多一些，我们让观众更好的看到这个坐垫是怎么出来的。要回弹的这个关键帧啊，再往回拖一帧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添加一下 Jiggle 颤动变形器。我们给到这个抱枕，按住 Shift 来到变形器这里，添加一个 Jiggle 颤动。
那我们直接播放看看会是怎么样子。那它现在就飞了，是吧？那我只想让一部分受到巨狗的影响，那我们就添加一个顶点贴图，我们切换到面模式，然后来到Select选择这里，添加一个顶点贴图。好，绘制一下顶点贴图的位置，就让它表面这里受影响就可以了。把模式切回自定义，这里把摄像机的模式呢再切换一下。我们刷刷刷，然后给点平滑，看到有一些地方还刷不到，刷刷刷刷刷，就它头部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软软的就可以了。刷刷刷刷刷刷。啊，我们把这个顶点贴图呢放进接口里面，这强度也可以稍微调弱一点，强度大概给到50，再播放看看，还是太猛了，给个10。我们顶点贴图呢需要更加的平滑，我们按住 Shift 不停的刷刷刷，再播放看看效果。感觉腰部这里啊，这个分割线还是有点明显，看到它颤动，所以我这里再添加一丢丢，然后再平滑平滑，再播放看看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给另外一个抱枕也添加一下变形器，把它按住 Ctrl 复制过来。哦，我看一下这个顶点贴图能不能直接复制过来，因为模型应该是一样的。好，是可以的。我们稍微刷一下平滑，就勾到这里。这个顶点贴图呢就要删掉，把这个新的拖过来，播放看看效果。好，差不多。那我们现在就差一个这个角，这个柱子的出现，直接 K 一个缩放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我们应该 K 哪个呢？我们应该 K 最底部的这个层级，直接 K 它这个模型的层级。那我这里就不打主啦，我这里直接给它 K 个缩放，因为比较简单，没有什么复杂动画。直接000，好，打上关键帧，拖动一下关键帧位置，播放看看效果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的沙发场景细致完成了，接着就可以来做沙发和马桶的衔接了。我们再次打开参考看一眼，也是非常简单的。沙发它往回缩，缩成马桶的一个形状，然后两边的抱枕呢往下往里面倒，然后同时带有一个缩放。Switch 呢就是直接缩放消失掉了。那我们回到 C4D，先来做沙发场景的消失。我们直接给抱枕 K 一个动画，看一下是哪个轴。我们给它 P 轴和 Y 轴呢 K 一个关键帧，
后旋转，稍微拖过来一点，需要看一下位置，看一下调 Y 轴能不能向前。好，调 Y 轴不能向前，那我们要把 X 轴和 Z 轴也打上关键帧。导下来之后，我们直接来到透视视图，移动一下它的位置，大概在这里吧。可能需要再往前一些，因为等一下沙发压过来的话，就可能会穿模了。我们打上关键帧，接着给缩放也打上关键帧000。好，我们可以让缩放的关键帧延迟一下，让它先倒下之后再去缩放，调整一下关键帧的间隔，让它速度更快一些。好，那我们给另外一个抱枕也做一个相同的动作 ，XYZ 打上关键帧，P 轴打上关键帧，缩放也打上关键帧，旋转到280度吧，有点多了，再回来一些，270。好，移动一下它的位置，移动到中心。接着缩放变成0，同样的缩放关键帧也往后拖。我现在看到缩放之后呢，离这抱枕还是有点距离啊，我们可以往下再移动一些，可以上关键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给 Switch 呢也做一个消失，直接给一个缩放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来做沙发的一个缩放。那我们来到沙发这个空对象上面，给它的 X 轴打上关键帧，直接让它往里面压缩，大概0.3左右，往后面拖一下。抱枕这些关键帧呢，全选，然后往后面拖，那压缩的时候再消失。好，我们把沙发缩放的关键帧调整一下位置，让它曲线给一个缓入，就是先慢后快。现在感觉形状还不太一样，我们可以给这一轴也稍微给一点变化，可能需要再扁一些。我们的扶手呢，也需要相应的缩放一下，让它扁一点点。那么来到扶手这个空对象，给它的 Y 轴打上关键帧，让它稍微降低一点高度，这样形状就更像一个马桶的外轮廓，可以看到。然后沙发可能这一轴
也要稍微的矮一丢丢，0.95，让缩放的速度再快一点，所以把前面的关键帧拖回来，让它的动画是在总控往上跳的时候再去做一个缩放。播放看一下效果，感觉现在缩放有点太慢了，可以速度再快一些。那么切换的时机呢，可以稍微提前一丢丢，提前个2帧左右，好像还可以再快一些，到161帧，做一个物体的切换，看一下感觉。好，感觉还是162帧做一个切换会比较好。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抱枕啊有点位移了，我希望它可以再过来，这个抱枕也是。那么缩放呢，也可以提前的去完成。再播放看一下效果，可以让位置移动的关键帧啊往后再拖2帧左右。好，我感觉现在差不多。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处理一下马桶的底座，因为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考里面，马桶它的底座是一个张开，然后把沙发关在里面的感觉，像一个嘴巴一样，把沙发给吃掉了，然后再顺势的把马桶盖和水箱弹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到 C4D，先处理一下马桶的底座，需要将它分成2个模型。我们切换到面模式下，直接 UL 环形选择一下，把里面这些面也选择到，接着用 UF 填充选择，把一半的模型给删掉。接着呢，再切换到面模式下，右键选择这个封闭孔洞工具，然后点击一下，就能直接封闭上了。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面呢给分裂出来，UP， 然后把原来的面给删除掉。好，那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我们还需要给底座一个对称，可以看到我们水箱也在这个层级里面啊，我们需要把它拖出来，重新给水箱打一个组，命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就可以直接 K 这里的旋转做一个开合的动画。我们先给这个 H 轴 K 一个动画 ，K 上关键帧，找一下这个关键帧去哪里，给个90度。移动一下关键帧的位置，我们让这个底座啊强制显示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前面能看到它。调整一下曲线，让它是一个缓入的状态，就是先慢后快，就会有一种很用力合上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把底座动画呢再往前移动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沙发还是有点太大了，我们的马桶底座呢还是收不住它，那我们再调小一点，我们找一下沙发这个层级，我们调整一下缩放的参数，
让它更小一些。然后把沙发缩放关键帧稍微往后拖，看一下效果。感觉底座可以再合早一点。这个感觉差不多。那我们的马桶开壳动画需要再往前一丢丢。缩放呢也需要更小一些，让它被包在这个马桶的底座里面的感觉。再看一下参考，沙发靠背啊，适合马桶的水箱做了一个形状的切换。我们也可以来处理一下。那我们可能需要将靠背拖出来，单独的去给它开一个动画。我们给靠背开上缩放的关键帧，把它调整的和水箱差不多大。我们播放看一下效果。感觉这个水箱有点挡住了，那我们把它强制显示给关掉。我们播放看一下效果，调整一下靠背的关键帧曲线，让它有一个缓入的状态，就是先慢后快。这靠背啊和我们后面这个马桶底座有一点穿模，那我们怎么处理呢？我们可以给底座也 K 一个位移，从后面包抄的感觉。可以错轴向了，你看可以这一轴，移动一下这一轴，稍微前一点到19，也给它一个缓入的状态，就是先慢后快，和它的旋转关键帧曲线是一样的。这样看着差不多，不过好像拖动播放的时候呢，还是有一帧会穿模。那我们这里就直接用一个 Pose Morph 去解决一下，给靠背添加一个 Pose Morph， 勾选上点，我们切换到点模式下，框选它全部的点，然后我们把轴向、把轴心移动到它的顶部，这样子去缩放一下它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切换到 Animate 动画模式，给一个关键帧，先是0，好到100，再播放看一下。同样的，不要忘记了给它一个缓入的曲线。我们单独选择 Pose Mode 的关键帧来调整一下。再拖动看一下效果，可以看到，那它的柱子啊又有一点跟不上了。那我们给柱子也开一个缩放的动画，让它提前一些消失。直接把之前的关键帧复制过来，把它调换一下。我们让柱子提前一丢丢消失。好，再播放看一下效果。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参考，可以看到我们的
马桶靠背啊，它同样的也会做了一个伸缩的动画，就是从大变小。那我们再来处理一下，我们给选择到水箱，水箱呢也去 K 一个缩放的动画，先把它强制显示，看一下哪一帧去切换它，大概这里左右吧的 X 轴，拉大一点。它的位置呢，也可以稍微匹配回我们的沙发靠背，给它 Y 轴 K 一个动画，稍微往下移，好，这样差不多。这里我们给一个缓出的曲线，就是先快后慢，往回拉，再调整一下关键帧的位置，播放看一下效果。把它强制显示给关掉。可以看到现在两个物体切换时间太迟了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把水箱也给一个切换的关键帧，给它先关闭上，然后大概在第161帧的时候去做一个切换。我们的靠背也给它 K 一个关键帧，161帧的时候呢就消失掉。我们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的水箱上面这个盖子一合上的时候，这个盖子就被弹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也需要给它做一个弹跳的动画。先给它 Y 轴 K 上关键帧，后向上移动，再调回原来的位置，所以直接复制第一帧过来就可以了。同样的，给一个掉落的曲线，把两边手柄往回拉，然后中间的手柄往两边拖，最后这个关键帧呢再往前拖一丢丢，可以让这个关键帧提前一丢丢。感觉太高了，稍微低一些。哦，掉落速度呢也可以再快一点。接着给个回弹，最后把结尾的两个关键帧复制一份出来，调整一下高度，再调整一下曲线。这个操作已经做了好多遍了，是吧？调完曲线后，再调什么呢？就是调关键帧间隔啦。这个操作做多了，就是闭着眼睛都可以做了，感觉回弹有点高了，我们再调低一些。可能第一下还是要高一丢丢，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个旋转。我们给它的 P 轴 K 一个关键帧，后旋转负360度，给一个缓出的效果，就是先快后慢。再播放看看。
现在滞空的时间不够长，所以我们可以将这4个关键帧全部框选，往后拖一下，让它前面跳起来的这2个关键帧间隔更长。再看看效果，好，旋转可以再快一丢丢，往前拉，就是让它旋转到一个快平行的状态，然后再往下掉。接着还有这个纸巾，想一下怎么出现呢？我感觉这个纸巾啊，可以放进我们水盖，跟它同一个层级。现在跟着它一起运动是吧？让它掉下来的时候，再让它长出来，就是给它一个缩放嘛。是打上000，接着出来，好，它现在是沿着中心出现的，我想它沿着底部出现，先把关键帧取消掉，移动一下轴心，把它移动到底部，好，再打上关键帧，哦，000。我们把关键帧呢再往前移一点，然后间隔呢也更短。这个出现呢也给它一些回弹，先是拉伸，然后再往下压，像一个果冻一样。接着再回到1，来调整一下它的关键帧间隔，让第1帧和第2帧的间隔呢稍微短一些，然后结尾这个间隔呢也短一些，就是中间的间隔会比较多。好，感觉这样也可以。还有水箱的这个小把手，同样的，它也是出现的时候有一个旋转出现的。哦，现在水箱这个把手轴心不太对，我们应该是跟随把手这个位置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截组，把它删掉，直接把手打一个组。好，现在呢，给它 K 一个旋转吧，K 一个大概180度。那一切换的时候就可以出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它一点点的回弹，增加一下细节。复制了一个关键帧出来之后呢，调整中间这个关键帧的数值往下拉，让它稍微往上缓冲一下，再弹回来。那太快了，看不太到。我们可以让它的旋转出现时间延迟一下，接着再调整一下它的动画曲线，一样的中间往两边拉，哦，结尾这里呢就给它一个缓入缓出就可以了。最后给它一个出现动画，就是给一个缩放咯。哦，000，先播放看一下效果。缩放关键帧让它间隔更短一些。好，我们让这个把手再
提前一些出现。让它在164帧的时候出现。接着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，还有一个马桶盖生长的动画。找到马桶盖，我们就可以给它的 P 轴 K 一个旋转，它是从大概45度的样子直接掉下来。同样的45度掉下来，接着还是老样子啊，给一个回弹。基本上所有的物体啊，我都给了一点点回弹，这样的话不会太僵硬。中间这一下，把它的数值拉高。第一个关键帧呢，给它一个缓入，就是先慢后快，两边的小手柄往回拖，中间的往两边拉，调整一下关键帧间隔，让越往后呢间隔越短。接着可以给一个缩放动画。但是这一轴给了0，还有 X 轴也给个0。它出现的动画就是给一个缓出，是一个先快后慢的速度。这样差不多，不过我觉得可以让它一开始的旋转度啊更多一些，大概调到80度左右。关键间隔可以拖长，太慢了，把它往前调整一下，让它在底座合上的时候就出现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参考。参考这个马桶盖呢，应该是有一个先往上抬了一下，然后再打下来的动作。所以我们可以在旋转这里直接按住 Ctrl 添加多一个关键帧，让它先往上抬，感觉可能抬的太多了，就调整一下曲线。一开始是往下的，然后再往上抬，抬太多了，然后再打下去。播放看一下效果。现在太快了，把旋转的关键帧啊再往后拖，差不多，再调整一下。可以将缩放和旋转关键帧让它稍微错开一帧，往后拖一帧，看看是什么效果。或者我们往前拖一帧呢，感觉往后错开一帧的效果比较好。我们错开2帧试一下。好，那就让缩放和旋转关键帧错开2帧。那么整体来
用动画预览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。好，可以看到，因为我们后面马桶的底座开了一个强制显示啊，所以前面也出现了。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处理一下。我们可以在马桶切换的时候呢，跟随回我们马桶这个层级的显示。那前面啊，我们需要再去给它添加一个缩放。找到底座，再给它添加一个缩放的动画。这样它就能直接出来是吧？可以再调整一下它的曲线，那可能稍微快一点出现。我们可以试着给它一个缓出的曲线，让它先快后慢。再播放看一下效果，拖动看一下有没有比较严重的穿模之类的。感觉它的缩放可以再往后退一帧，这样子。感觉不太好，再撤回。感觉切换的有点太快了，看能不能再调整的慢一些。让我们坐垫的缩放啊，也稍微往后延一帧。我们找到我们的沙发，它往后延一帧。哦，显示也是延一帧，看一下，再播放看看。两个抱枕呢，我就觉得可以早一点消失掉。找到抱枕这些关键帧，宽选它，我往前拖，让它们早一点消失。然后消失的点呢，也可以更加的往下，因为现在像看着像浮控消失掉了。直接往下拖，打上关键帧，左边的也是往下拖，打上关键帧，稍微移动一下位置，把移动到我们坐垫比较靠中心的位置。现在又太多了，再移回来，移上来一丢丢。像我们就需要不停的去调整一些细节啊。再移下来一丢丢，还是感觉像有点浮空消失了。我希望它是可以贴着坐垫的位置去消失，感觉这样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播放一下动画预览，看一下。我现在觉得结尾的马桶盖啊，可以再错开一点出现，因为感觉现在后面的整个马桶都是一起出现的物体，可以再错开一丢丢，让整个感觉呢是啪啪啪的出现，而不是一下子啪啪啪啪就全部一下子出现了。
就是先出现，可以先看到这个水箱的盖子，然后又再看到马桶盖，接着又突然出现一个直径，这样就会有层次很多。我们的这个小把手啊，也可以让它再往后一点，因为它出现的时候已经给我们的马桶盖给挡住了。可以再往后一丢丢，大概把它放到171帧。有点太快了，我再把它拖慢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再预览看一看。那我感觉现在这个动画节奏就可以了。